想，千万双期待的目光凝聚在舞台中央，看寻角在飞扬，日与夜酝酿的梦想，就在这一刻终于点燃。多少次跌跌撞撞，终究没有退让，从未摇晃我进的方向。所有的星光为我闪亮，我创造属于我的辉煌。多少次泪在眼眶，我用微笑抵挡，告诉自己总会有答案。所有的掌声给我力量，梦想的彩虹就在前方。我用心捂住每一个希望。什么来着？是白云猪手。你没煮过这个啊？我今晚请了一位重要的人过来吃饭。谁啊？喂，你为什么也来啊？哎，因为我喜欢悠悠啊。不用问了，他喜欢我，我喜欢他喽。拍光饭啊，他。以前的舞蹈演员穿的衣服跟我们一样吗？那是衣服。大叔啊，以前跳舞根本赚不到钱，为什么你要跳舞啊？那好吧，那我就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。好啊。这个故事呢，跟你妈有关系的。我吗？哎，对呀，那在10年前，当时社会的生活十分的困苦，大家没有什么娱乐的。所以，我便成立了成声歌舞团。我带着歌舞团的成员到东南亚、香港、台湾，以及远到伦敦，应各地社团的邀请，提供最廉价的娱乐。当时啊，各地方的生活真的很困苦的。我们当时所赚的钱，除了歌舞团的开支之外，我们还会拿一些回馈社会。有一次，我们受台湾、台南的社团的邀请，到那儿表演。有对穷苦的夫妇带着一个小女孩到后台来找我。师傅，你就是有留意啊！伊若得到你，至少嘛有一顿粗饱。但是地棍啊，你要死哦！是啊。你真的不怕辛苦吗？于是，我牵着这个小女孩离开了她的父母。当时，我也不认识这对夫妇的，以后也没见过他们。我给这个小女孩取了个名字叫小爱。在我歌舞团里，有个比小爱大2岁的小女孩，我叫她妞妞。没多久，小爱跟妞妞可能性格接近，很快就成为金兰姐妹。不管是玩耍、化妆、练舞，还是出门，她们都形影不离。连我生病了，她们也一起照顾我。即使一个做错事，他们都要替对方挨打挨骂。我看见他们这样相亲相爱，内心很安慰。他们也慢慢在团里扎了很好的根基。当时，在亚洲各地还有很多其他的歌舞团，但是我们得到上天的厚爱，
过不久，亚洲各地的社团知道我陈升歌舞团里面有对明日之星，还给他们取名亚洲双雪。于是，陈瑞雪和韦爱雪，无论去到哪里，都得到各地人们的掌声。这亚洲双雪，人品、样貌各有千秋，当然去到哪里都得到当地观众热烈的欢迎。我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运。当两人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响亮的时候，也吸引了世界顶级歌舞团奥克多的注意。奥克多每10年会找杰出的舞者做培训，而且还会为他们量身定做一个歌舞剧，推出到世界各地表演。每一个舞者都希望有这个机会进入奥克多舞团，站在舞蹈上的最高的殿堂上。就在这一年，他们希望为未来10年计划找个亚洲面孔的明星。他们从报章、电视知道我们亚洲双雪，于是团里一个叫 Mr. Robinson 的洋人慕名而来。Mr. Robinson 跟我谈的时候，妞妞和小爱有看到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见到的是一个可以改变他们一生的人。Mr. Robinson 带着渴望的眼神看着我，说他只能选一个。1个月之后，他将会到新加坡来看他们2人的表演，到时他就会决定选谁。这对亚洲双雪是我的挚爱，我也希望他们有一天名成利就。我怎能扼杀他们的青春，他们的机会呢？于是，我答应了 Mr. Robinson。我带着舞团来到新加坡，那天很多人来接亚洲双雪的飞机，我也决定在当晚告诉他们有关奥克多的事。看见他们，我很开心，因为在我心里，他们不只是团员，更像是女儿。我就像是一个准备嫁女儿的爸爸那样，不知道要先嫁哪一个。于是，我告诉他们，有一个 Mr. Robinson 那样的人，将会在他们2个之中选一个。他们听了之后都吃不下饭，只望着盘子里那只烧鸭。他们的房间就在我房间的隔壁，平时都听到他们嘻嘻哈哈的。那晚就安静到连蚊子飞过我都听得到。我觉得那晚有3个人是睡不着的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小爱，一个是妞妞。一直到天亮，妞妞跑到我面前跟我说，她想将这个机会让给小爱。我当时望着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知道她很疼小爱，但是妞妞不知道，她走后，我出去喝茶，小爱也跑来找我，说想把这个机会让给妞妞。他们2个这样情深意重。于是，我为了平息他们2个，我带他们到河边去捉鱼。在捉鱼的过程，我跟他们说：“那一个钩只可以钓1条鱼，是不可以一个钩同时钓2条鱼的。既然这个是个不能改变的事实，那么你们2个就不用互相推让啊！只要在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情况底下，你们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这个机会。那么最后谁输谁赢，我也会给你们最大的祝福。”他们答应我，然后
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，发誓说会以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去竞争，争取这个最高的荣誉。在那刹那间，我的双眼不知道是阳光的问题，还是他们感情的升华，令我流下眼泪。我好开心，我有生之年看到有2个这样出类拔萃的徒弟，而且还相亲相爱。在新加坡演出期间，亚洲双雪很受欢迎，很多观众也送来各种好吃的食物给他们吃。有一个男人，每晚都坐在第1排最中间的位置看我们表演，而且每晚都会送一种燕窝来给妞妞。有一晚，这个不速之客终于来到后台，他就是丁一山。别把我当一般的观众，我是你忠实的支持者。这燕窝是给你的，谢谢。你什么来的？燕窝，为什么没有我的份？哎，她是谁啊？我的好姐妹小爱。你不吃，那给我吃。大叔。自从这个男人出现之后，我就整天找不到妞妞和小爱。我知道是丁一山带他们出去的，我很高兴，他们有同年级的朋友。后来 ，Mr. Robinson 打电报给我，说很快会来了，我便跟妞妞和小爱说，一定要集中精神跳，因为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，要好好的把握。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我这些话的影响，见他们没那么开心。不过也不至影响到他们演出的水准。有一晚，妞妞又来找我，她带来一只烧鸭、几样菜和一瓶酒。她说是一山买给我吃的。当时妞妞问我：“大叔啊，每一个人一生到底有多少个机会能够达到舞者的巅峰啊？那作为一个舞者，是不是应该向最高的目标进发呢？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还告诉我，小爱跟丁一山在热恋中。大叔，小爱除了你跟我，就没有其他亲人了。如果他真的喜欢一山的话，那你就成全他们，不要阻止他们吧。我答应了他。我不知道我这个答应，竟然造成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故事。那晚，我喝醉了，小爱等快要表演时才赶回来，所以我没时间问清楚。那晚，我根本没机会跟小爱讲话。第二天，他又一早跟妞妞出门了。那天是7月初7，我弟弟想亲口问小爱。那晚，我整晚在等他，但是他根本没有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爱突然出现，我很想问他，他却像一阵风冲进房里，无论大家怎样敲门，都不出来。这时，小爱提着行李出来，跪在我面前，叩了3个头。当时，我的2条腿不知道为什么站不起来。大叔，对不起呀，一切都太迟了，我辜负了你，你原谅我吧。
然后把仅有的一点钱塞在我手上就走。我只能目送妞妞送小爱离开。可是，代表 Mr. Robinson 的洋人，这时来说，今晚 Mr. Robinson 会来。那天晚上，只有妞妞独自上台表演 ，Mr. Robinson 只有一个选择，所以妞妞就成为奥克多的明日之星。第二天，妞妞跟 Mr. Robinson 离开，我就好像一天之内失去了2个女儿。用心捂住每一个。没有了亚洲双雪的陈志生歌舞团，就像没有了翅膀的鸟儿一样，对观众已经没有吸引力，所以没人请我们去表演。在内外压力底下，我就把歌舞团结束，然后就回到伦敦定居。我在伦敦的生活并不宽裕，但是在每年农历7月初7七节诞，我总是收到2万英镑的银行本票。不过付款人没有注明，所以我不知道是谁寄来的，我也不敢拿去兑现。以后的每年7节诞，我也收到一张同样的银行本票。直到有一年的7节诞，我听见有人敲门。妞妞，是你。妞妞，是你。进来，进来啊！你先坐，我去打壶茶啊。大叔，这里环境不错呀。哎呀，自己一个人住，算不错了。来，你坐啊。来，先喝杯茶。为什么会来伦敦？不是要表演啊？我刚刚从纽约演出完了，特地飞过来看你的。哦，可以逗留多久？明天就走了。哎呦，那么快啊！要表演啊！妞妞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我已经做到一个舞者应该达到的顶峰。你加入奥克多久了？快10年了。什么？这10年是我最风光的日子。哎呀，还有半年就约满了。是吗？那有什么打算？我要学你。学我什么？学我退休啊？哎，太年轻了吧！如果我真的退休，那太对不起你了。什么对不起我？大叔啊，等我退下来之后，我要学你当年一样，栽培下一代的舞者，让舞蹈艺术可以发扬光大。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大叔今天真是太开心了。大叔啊，哎，有一样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支票。知道。2万英镑。原来这些年，那些支票都是你寄来的。今天又是7节诞，我亲自送上来了。
原来是你，大叔啊，哎，应该的。这些年来，没有你的指导，我怎么会有今天呢？收下吧。当晚的妞妞很开心，她不停地吃，不停地讲，就好像要在一晚之间把10年的事都讲给我听。当时我一直看着她，她的样子就像10年前离开我的时候。有一次啊，我走在街上，有个男人走过来摸我，我就一脚踢上去，踢到他流鼻血。哎呀，可惜当时我不在现场，要不然肯定帮你补上一脚。那个小阿仔一定给我再补上一脚啊！你先吃，我拿些东西给你看啊。你看，这张是英国首相，这张是跟前美国总统拍的照片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圈起来啊？因为一方面呢，我可以多点知道你的消息；另外一方面就是，有一天我们在看见小孩的时候，我就让他看看你的成就，让他为你高兴。不要难过，相信小爱现在也过得很好的，不要替他担心。不要哭，不要难过了啊！喝酒吧，啊！大叔，什么事？起来，起来啊！请您原谅我，对不起，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，因为小爱根本不喜欢丁一三，是我骗你的。那晚我硬要你答应，不要拆散小爱跟丁一三，其实是我骗你的。因为我不想让他上台，只要他不上台，我就可以加入奥克的，那我就可以风风光光。我就策划了魔鬼协议。什么的魔鬼协议啊？我不能讲，不能讲的。大叔，是我害到你歌舞团结束，是我害到你生活有问题，是我害到小爱爱上一个不喜欢的男人。你是不是醉了？我讲的都是事实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也得到了报应。这10年来，我虽然很成功，但是我很寂寞。每一次当我回到家，我就孤零零一个人。我到小爱的家乡台南去收养那个小女孩，我希望她能像小爱的陪着我，我也可以补偿我曾经做过的坏事。这些钱是你这几年来寄给我的银行本票，我没有用过。
因为我不用来历不明的钱，我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。这个也还给你，你走，走啊！以后我不要见到你，你以后不要来找我，走。当然，我赶走了妞妞之后，他没有再来找我。如果当年以武艺公平竞争，小爱会不会说给妞妞，就是连我这个做师傅的也不知道。我只是知道，妞妞是不会骗我，就是因为我相信了她，那就改变了小爱的命运。如果当年我问清楚，小爱她就不会失去了这个机会，小爱她就不会嫁给丁一山，小爱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武警。小爱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大叔，你不要说了，你不可以说的。小爱，我一定要讲，我记住了那么多年，我是亏欠了你呀。这里不只有我的女儿，还有妞妞的女儿啊。什么？妞妞的女儿在哪？大叔，是你，我就是妞妞的女儿。大叔，大叔，你怎么了？大叔，大叔，你不要吓我！大叔，大叔，大叔。妈，你不要担心了。我就给他用来自己不见，是没有反应。跟导那时候讲了吗？跟他说了，希望就会适应反应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医生，我师傅在里面。我师傅，你快告诉我，我师傅怎么样了？你快救他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病人有反应了，陆院长找你。喂，我是。啊，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。快，准备手术室。没事的。还没有睡呀？有事吗？没事。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？是不是零用钱不够用？不是。我师傅怎么样了，医生？啊，陈老先生啊，他刚脱离危险期，不过身体还很虚弱，我们还要继续观察。可不可以让我进去见他？这个时候，病人最需要充分休息。我看，求求你。好吧，不过不要太久哦。谢谢。没事了。是啊，医生都说大叔没事了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
我在这里陪大叔就行。没关系，我留下来陪你们。妈，你先坐下来吧。刚才大叔说的，是不是真的？大叔说的是真的。他只说出事实的一半。另一半他却不知道，他以为我一开始就喜欢你爸爸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你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爸爸的吗？一开始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问我真的不是一开始就喜欢他吗？我真的答不出来，因为我一直都以为他是我的好姐妹妞妞，也就是米歇尔的男朋友。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喜欢我。我们每次都是3个人一起出门的。笑什么？你看，你满嘴都是巧克力啊！让我自己抹吧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约我单独出去。你真的很爱美，一直做新衣。这是表演要穿的。我又不见得妞妞一直做舞台装。你嫌麻烦是吗？那以后我找别人做。哎，好啦好啦，要做多少件，我拼老命都帮你做啦啊！小爱，于师傅，你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等一下我们一起吃饭好吗？我今晚要表演。跳舞也要吃饭呢。上次请你吃香肠，这一次请你吃牛排。牛排，好啊好啊好啊！还有啊，这2块布是送给你的，我都没说要接受。我又没有跟你收钱，为什么不送给妞妞？送了。于师傅啊，这2块布给小孩做衣服，做漂亮一点。你不必交代，我也会做的最好的。老公，汤好了，快来喝。知道了，你们等一等。为什么要送给我？适合你嘛，穿在你身上，什么歌星明星啊，全部都是去光芒了。乱讲。来，我们试试看。你看，这块布可以把你皮肤衬托得更白，只有这块布才能衬托出你的雍容华贵，也只有你才能衬托这块布的高贵呢。我不试了。来试试看。不要。来，我们一起玩。干嘛？不要玩了，我头发乱了。头发乱不要紧的。来，亲一个。不要，你再碰我，我报警了。报什么警？只是玩玩而已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快让我出来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怎么样，好不好玩？讨厌，你看，弄到人家的衣服都乱了，我去厕所一下。等一下，快点啊，我们要吃饭啊。知道了，我晚上还要表演的，不像你这个大少爷。
好香啊！这里的牛肉很出名的。牛肉就牛肉嘛，为什么还要分7成、5成？怎么分的？就是熟的程度啊。牛肉煮得太熟会硬和粗，很难吃的。那你的几成？我的5成熟，你的7成熟。那你的好不好吃？试试看，怎么样？好吃啊！我的牛肉不错，那你觉得我的人怎么样呢？还不错。还有呢？很友善。没有了。很喜欢请人吃饭。那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子？很贪吃的喽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趣的女孩子。真的？你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。是吗？一个我可不可以去爱的女孩子呢？小爱。萝卜硬了点。我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我是不知道怎么样回答，因为他是我的好姐妹妞妞的男朋友。我很想跟妞妞说这件事，因为丁一山是她的男朋友，我应该让她知道的。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开口。妞妞啊，今天明天说吧，我今天好累啊。自从那晚没机会跟妞妞讲之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再开口，于是我就尽量避开丁一山。但是有一晚，妞妞在表演时，丁一山却到后台来找我。Hello， 你来做什么？于师傅刚刚做好了。你看，如果你需要什么修改，可以去于师傅那边试试看。不用了，我要去表演了。来嘛，上来看。不是啦。来嘛。你想怎么样嘛？这块布啊，是我朋友特地从法国带回来的，很贵的，跟妞妞的不一样。试试，来。不要啦！等一下弄坏我的服装，我怎么表演呢？好了，你别生气嘛，试这么一次，好不好？听话一点啊。你自己看，是不是很漂亮？试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喂，你做什么？你给我放手啊！小爱，我是真的喜欢你的。你跟妞妞好，现在又说喜欢我，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女孩子？丁一山，后台种地，闲人免进，走。我跟妞妞只是普通朋友，我喜欢的是你。走啊！不要再生气了，我走就是了。吵就好，别影响演出。快准备，轮到你了。用心付出每一个希望。那天在后台被我赶走后，丁一山果然连续2、3天没有来烦我。小爱，你的电话，丁一山找你。哦。喂，什么事啊？我不会喜欢你，你清楚了吗？不要，我真的不要。是啊，我不要，都说不要了。我以为这样拒绝他，他会死心，没想到很快又见到他。那天是7月初7，七姐诞，大叔照以往的惯例，让我们休息1天，不用表演。我和妞妞去游泳，我以为只有我和妞妞，没想到丁一山也在。谁呀？嗨，一山。怎么你们也来游泳啊？是啊，这么巧。我们有缘嘛。是啊，我们很有缘啊。来，我们游。当我看见丁一山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我不知道接下来他还有什么鬼主意。那天我们3人还四处游玩，
午餐要吃什么？西餐。好啊，快吃吧。哦。来，饮食蛮干净，这样很好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可是，当我看见他和妞妞的亲热情形，那个时候我的怀疑也就放了下来。小爱，你今天胃口很好哎。是啊，你开心，我就胃口好喽。小爱，你也过去拍一张，来。好 ，Come on， 快点，靠近一点。谢谢。今晚呢，我会带你们去日本餐厅吃生蚝，我已经叫我爸爸订好位置了。好啊，有生蚝吃。今天是七节蛋，是属于你们的日子嘛。Come on， 可以上菜了。好，你不是说有生蚝吃？就来点生蚝。好，喝不喝酒？好，我不喝酒的。喝啦，甜甜的嘞。真的是甜的。你晓得我的酒量的啦，我也不能喝。好，我喝。哎，就来3杯酒。好。待会儿你别忘记吃对了啊。我一定会。请慢用。哇，我先吃了。贪吃啊！哎，来一块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来，你也吃。好吃。丁先生，有个叫于师傅的人打电话找你。于师傅，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我听一下电话。哎，你不要吃光哦，要留给他啊。不够可以再叫吗？你心疼啊？不。原来啊是于师傅打去我家找我，我妈说我在这，其实他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他说衣服已经做好了，叫你下去拿。啊，那我下去。哎，我也去。不用啦，哎，你陪他。我等一下还有鲍鱼嘞。有鲍鱼呀？你可以吃我那份，不要给他吃。那你赶快去，快去。那你陪他啦。拜拜。酒来了，来，我给你倒酒。哎呀，哎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拿。来，小爱，我敬你。哦。
心回首，尝遍岁月的冷暖无休。有什么是不可看透？谁预留下一个路口？是欢喜还是心愁？谁计较成功或失败？是否相伴到白头？梦想已陪斟满的酒，已结实的事。